房是保命符，你出錢買房，房子卻不是你的。先說結論，房子是不是你的，不是你有出錢就算呢，有繳房貸也不算呢，更不是你住在裡面就是你的呢。法律只看這間房子登記在誰的名下。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預售賣不動了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房子寫誰的名字，結果差很多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婚後買房登記妻名下，離婚成奪屋戰，前夫慘被判遷出，還要賠租金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有一對夫妻2015年結婚，然後2020年的時候買一間房子，這間房子是登記在老婆的名下，那沒想到老公就對老婆家暴，迫使老婆必須要帶孩子逃回娘家暫住。那現在兩個人離婚老婆就告前夫說，這個房子是我名下的財產，已經離婚了，你沒有資格住在這裡面，給我滾出去那前夫當然不願意然後就反駁說，這間房子登記在老婆名下，但是頭期款、裝潢費、房貸、管理費都有出錢，所以他認為他也是這間房子的權利人之一最後怎樣？法官調查後發現，房屋的確只有登記在這個老婆身上，雙方也沒有約定夫妻財產制度，所以依民法規定，登記在誰名下就是誰的。前夫宣稱他有付錢是雙方的剩餘分配財產問題，所以不能夠主張他也能夠擁有這間房子的所有權，所以他必須依民法叫不當得利的規定還要去補償對方房租直到他真的搬出去為止。帥吧？你看這個案例這個就是典型對於夫妻共有財產制的誤解。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法官會這樣判那我們來討論說為什麼法官會這樣判，他是不是恐龍法官那還真不是，因為根據民法第1018條，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意思就是說，今天這個房子買在老婆名下那它就是屬於老婆的房子，她擁有這間房子的所有權。那老公有什麼你看我劃線的地方，根據民法1030條，內容很多我就不念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看懂了嗎？所以老公沒有這個房子的所有權他能夠主張的只有婚後財產要差額平分那這邊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法律算的不是這間房子賺賠多少，而是看離婚那一刻雙方手上的婚後財產淨值，誰多誰少，多的那一方要把差額的一半補給少的那一方講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這間房子買的超爛現值剩600，但房貸欠800，那老婆婚後財產淨值算下來就負200呢那法律上會用0去計算老公呢婚後存800萬，雙方的差額就是800減0800的老公減0的老婆等於800，所以要平均分配一人可得400，也就是說老公還要再拿400給老婆呢你看就算房子根本不在老公名下老公還是要補錢給老婆看到这邊，如果你把你自己帶入老公的角色，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傻眼錢也是我出，房貸也是我繳，拿不到房子還要貼錢給對方。最後你要知道你要怎麼保護自己，如果今天就是因為某些原因，那房子必須登記在對方名下，你到底應該怎麼保護自己呢？我思考了很久只有以下3招能解這一題。第一招最安全也最簡單，就是共同登記那這樣這間房子你就會是权利人之一，但是共同登記的問題會怎樣？會讓你浪費自己要的首購席位所以我是不建議的。第二招，登記共同財產制，這個要說明一下，如果你沒有特別去法院登記的話，你們執行的是法定財產制，然後遇到的就是前面的情況。一般走法院登記的話，你們就可以登記分別財產制跟共同財產制分別財產制應該不用特別解釋就你的是你的，對方的是對方的這樣共同財產講的就是你們婚後的所得會共享。例如說婚前你買的房子還是你的，但你們婚後所買的房子、車子這些東西不管在誰的名下都是共用那就算房子在对方名下也還是算你的一份。第3招就是借名登記意思是你跟对方簽一個書面契約，白紙黑字寫清楚這間房子實際上是我出錢買，對方只是有那個名義去登記而已，未來如果要過戶要處分都要我同意。但这做法有一個風險因為你們現在是夫妻，夫妻之間的借名登記很容易被視為贈與，那也不建議用所以到底該用哪一招我還是建議你去問律師啦，大家個別條件都不一樣啦
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空背景可能又不一樣了啦，可能法條上有一些細修或者什麼，所以最安穩的做法，你去問律師。如果你人在高雄的話，就可以問問看，我等一下業配的律師，我們合作很久了我自己也都聘請他做法律顧問，有房地產的問題我們都是請他處理，這樣租客也行所以你不用擔心那個專業程度，找律師還是最穩的啦。好，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聊了夫妻買房登記的法律案例，我們先分析了婚後買房登記在單一方的名下，離婚的時候可能產生的法律糾紛跟風險，也講解了民法對財產登記跟剩餘財產分配的規定，並且提出了共同登記、登記共同財產制與借名登記這3種解法。結論是房產登記的方式會大幅影響離婚時的財產糾紛。你要避免法律糾紛，你最安全的方式還是諮詢律師。我跟你講，法律的東西很多都是客製化的，就是你有你的情況，他有他的情況，雖然你們都是在打離婚官司，但是情況会完全不一樣，還是要去找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婚後買房，但房子只能登記在另外的名下，你要怎麼做？ A 可以接受，反正都是夫妻，不用想太多。 B 不行，沒寫我名字，我就不出錢。C 先找律師把權利義務講清楚。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有錢人還有更狂的方式脫產那脫產的話有聽律師聊過，但是我講出來好像就不 OK 了，就嘎巴伊拉多塞了所以說你要保護你自己的財產我現在看一看，真的是先去找律師找律師以後他可以為你量身定做屬於你的一份攻略就对了然後就按表操課就好了。那現在有非常多的，也不是悲歌這也有一定程度的你情我願，就是很多女生會打扮漂亮嘛，最近燒起來蠻夯的，不是翠上都會有一些所謂的高爾夫的名媛，然後穿的超辣的，然後裙子能多短就有多短然後那個上衣的衣服能多緊身就多緊身然後胸部看起来又超大，然後打扮又漂亮去高爾夫球場打球，說在釣小開啊，一大堆釣小開球員打球的球員，那個球那員是名媛的媛有這種說法。好。那如果你現在就身上有一點小錢你會不會需要防守這種球員？當然要啊，對不对有錢人的境界不都是那個我們台灣的富豪講的嘛，說玩玩可以，結婚不行嘛所以你自己要保護你自己的財產就對了啦那就小心不要被那些就是只想釣金龜婿的女生看上看上以後，我跟你講，他比你還專業他一定後面有律師團隊，他有1萬種方法要去分你的財產。所以就是找律師先防守，然後再去談戀愛，那就會引入一個經典的困境，就是女生就會跟你吵嘛，就說我在跟你談戀愛，你就跟我談生意你要我簽這個，會講這個的，就是表示什麼？他要吃你嘛，才會這樣嘛。所以自己看着辦啦。當然，如果你被所謂的愛情沖昏頭的話，那之後你什麼剩餘財產分配，你還要給他錢，你還要付租金什麼，那你就吞了吧，就是這樣。防範於未然這件事情講了，就讓輕描淡寫講過去就真的可以嘛？你就只是找個律師，然後諮詢，然後付那個諮詢費，之後要怎麼防守，清清楚楚、明明白就是不去做我實在也不懂到底是怎樣。